登仙试炼，世阶威压能压垮10岁孩童。我边爬边掏灵果啃。皇室给的护身法宝让登仙山禁止形同虚设，其他孩子体悟袋全被封印，只有我能优先吃糕点，引来一片嫉妒谩骂。灵根测试，原著女主沈清音亮出9乘8纯度淡水灵根，引来全场惊叹。轮到我，因为太矮被大师兄抱上台，小手刚触碰到水晶球，四目紫电忽然炸开，雷鸣震耳。变异雷灵根，纯度10乘天灵根。长老们疯了似的争抢，我低头瞥了眼沈清一，学着系统教的霸总表情，奶声奶气哼道：“不靠外物，照样赢你。”拜师仪式，长老们全围着沈清音转，没人肯说我。黑袍长老不屑地开口：“做我记名弟子吧。”我江岁岁才不要，有的是人，选我做亲传。黑袍长老动怒挥剑，却被我身上的龙气反噬，当场呕血。我一眼盯上角落里的红衣美男，啪嗒啪嗒跑过去拍他脸：“哥哥，要徒弟吗？”全场死寂，没人敢相信我竟敢拍玄天剑，拍辈分最高的凤君恒的脸。他睁眼，凤眸流光溢彩。我从不收徒，但你这么有趣，破例一次。拜入七凤峰，师傅宠我上天，给我上古雷剑紫电，给我灵芝侍女，还送我一只银白狸奴。叮，做精自救系统已激活，正在绑定宿主。我叫江岁岁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奇怪的声音：“父皇用符茶蹭我的脸。”小岁岁说什么呢？绑定成功，宿主江岁岁，大夏王朝公主。原著中未来将成为恶毒作精，下场凄惨。本系统将协助宿主改变命运。听不懂。简单说，岁岁不努力，以后会很惨。不要惨。别怕，系统会帮你。母后捏我的脸说：“我们岁岁今天怎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？”国师说岁岁命中有仙缘，若强留宫中会折损福运。只是这一去，怕是此生再难相见了。母后眼眶红了。登仙山脚下，好多小孩排着队。父皇蹲下跟我平视：“岁岁，上山后听仙长的话，遇到危险就用爹爹给你的法宝。”母后搂着我哽咽：“我的岁岁一定要平安。阿娘不哭，岁岁会乖乖。”青袍仙兄飘然而至。登仙试炼开始，送行亲友止步。父皇母后紧紧抱着我，不舍得放手。父皇取出储物手镯，戴在我腕上，里面有丹药和符箓，遇到危险就用。我小嘴一瘪，要哭出来。岁岁不哭，山上有漂亮蝴蝶。小娃娃该上山了。岁岁，去吧。父皇轻轻将我推向山道，我1步3回头，迈着小短腿踏上石阶，一道淡蓝色光屏在他眼前展开。主线任务顺利通过登仙试炼，加入修仙门派，奖励新手大礼包。我扬起小脸，好奇地伸手，妙妙。身后父皇母后相拥而立，望着我远去的背影。登仙山的时间好长啊，好累呀。我从储物手镯里掏出一个灵果，咔嚓咬了一口。岁岁加油！前方有个穿白衣的姐姐走得稳稳的，她一回头，我看见她的脸，丞相府的沈清一，去年宫宴上见过。我小脸皱成一团，不喜欢她。她是这本书的女主角，离她远点。我用力点头。周围的孩子们都走得很辛苦，越往上空气里像有看不见的东西压着人。我走走停停，更多是因为年纪小，体力不支。亮亮石阶，我好奇地摸着脚下泛着微光的台阶，又抬头看看天空中若隐若现的符文，那是测试资质的阵法啦。岁岁感觉难受吗？不难受呀，就是累累。我老实回答，又掏出一个小巧的玉瓶，喝了一口灵泉。旁边一个瘦弱的男孩盯着我手里的灵果说：“可以给我一个吗？”我立刻藏到身后，不要，这是我的。一个红衣少女讥讽道：“公主了不起啊，等我上去当了内门弟子，有你好看的。”
另一个男孩也附和：就是，进了宗门可就没有公主不公主的了。我被凶巴巴的语气吓到，眼圈红了。别怕，跟着我说，放心，把心放痔疮里，废物进不了内门。放心，把心放痔疮里，废物进不了内门。周围瞬间安静了，那几个孩子目瞪口呆，红衣少女气得脸色发青。你等着！她转身跑了，我茫然的眨眨眼，又掏出一个灵果，慢悠悠往上爬。平台上好多孩子在休息，我找了个离沈清音最远的地方坐下，掏出糕点，小口吃，远在千里之外。各大仙门的长老们正通过水幕观察着登仙山上的情况。这一届的苗子不错。天眼宗的白须长老抚须笑道，目光落在稳步前行的沈清音身上。那白衣女娃步履从容，心性沉稳，是个好苗子。水幕画面一转，切换到正坐在台阶上休息的我。我从储物手镯里掏出一块精致的手帕，仔细铺在台阶上，这才坐下，然后又拿出一个玉瓶，小口小口地喝着什么。几位长老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。这娃娃太过娇气，怕是吃不了修行的苦。3岁之龄本就不是求仙的时候，看他那一身法宝，人间皇室教养出来的，心性不够坚韧。水幕再次转向沈清音，他此刻已经超越了许多同龄人，稳稳地走在最前列。一直沉默的青云门掌门突然开口：此女不凡，心性资质都是上乘。众长老纷纷点头，显然都对沈清音颇为满意。那个穗穗啊，这本书的女主角就是沈清音。书，总之离她远点。我用力点头。我的储物袋打不开了。我的也是。大家都打不开，只有我的储物手镯还能用。红衣少女指着我：为什么她的能用？先修检查后惊讶道：这储物法器登仙山的禁制居然无效，这不公平！凭什么她可以特殊？连沈清音都睁开眼睛，冷冷看向我。我缩着小身子又要哭出来。别怕，让他们嫉妒去。恶毒做精就是要拉仇恨。什么是恶毒做精呀？就是很厉害的人。穗穗很厉害。我挺起小胸脯，又掏出一个灵果，咔嚓咬了一大口。靠外物取胜算什么本事？他率先离开，继续向上爬，其他孩子也陆续跟上。离开前都不忘瞪我一眼，我毫不在意，慢悠悠吃完灵果继续爬，越往上威压越强，连我也开始喘不过气了。好重，坚持住！也到山顶了，终于在太阳快下山时，我踏上了最后一级台阶。山顶平台上几十个孩子先到了，我一上来就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。成功啦！几位仙风道骨的长老从天而降，白须长老扫视一圈，目光在沈清音身上停了停，看向我时微微蹙眉。登仙试炼结束，接下来测试灵根资质。我紧张地攥紧小拳头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我用力点头，目光却不自觉飘向不远处的沈清音。山顶石台上悬浮着透明水晶球，在夕阳下闪着七彩光。孩子们排着队等待测试。赵红玲上前测试。红衣少女昂首上前，手放上去，红金两色光芒亮起。火金双灵根，纯度7成、6成，可入内门。他退下时朝我瞥了一眼，我正坐在石头上晃着小短腿吃蜜饯，根本没注意他。双灵根而已，得意什么？李沐晨上前测试。一个6、7岁男孩走上前，眼神冷峻，手触水晶球，冰蓝色光芒纯净剔透。冰灵根，变异冰灵根，纯度9成。全场哗然，几位长老当场争执起来。柳青青上前测试。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被抱起来，跟我差不多大，手指碰到水晶球，淡青色流光浮动。风灵根，变异风灵根，纯度8成。钱宝上前测试。5岁小胖子穿金戴银，昂首阔步，胖手放上去，四目金光爆发。丹灵根，精灵根，纯度9成5。云彻上前测试。
一个哭哭啼啼的小男孩被抱起来，也是3岁。冰灵根纯度9成5，而且天生健体，剑星通明。长老们差点冲上去抢人，林彻被吓得更凶了。我同情地看着他，他哭得好伤心。沈清音上前测试。沈清音将纤纤玉手轻放在水晶球上，刹那间，一股清冽的蓝色光华自球体内部涌现。丹水灵根，纯度9成8。台上一片哗然，连几位见多识广的长老。沈清音微微颔首，唇角勾起一抹弧度。他缓步走向丹灵根弟子所在的区域，其他孩子不自觉地让出一条通道。哼，装模作样。岁岁别怕，等会儿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多厉害。西头，什么是天灵根啊？就是特别厉害的灵根，比那个沈清音还要厉害。可是继续，很快就轮到我了。我拍拍小手，从石头上跳下来。准备好了吗？岁岁，准备好啦。江岁岁上前测试。我迈着小短腿跑向测试台，可我太矮了，够不到水晶球。我委屈的瘪嘴。玄天剑宗掌门坐下大弟子云逸风，他俯身把我轻轻抱起。小师妹，把手放上去就行。我伸出小手按在水晶球上，电光从水晶球里炸开，伴随着最好的流雷光，粗暴的雷电分头扭转，细小的电蛇在四周跳跃。变异雷灵根，极品雷灵根，纯度10成，天灵根。全场死一般寂静，然后爆发出比之前更热烈的惊呼。天灵根，竟然是天灵根，10成纯度，1000年未见。几位长老激动得差点冲上来，没人注意到紫色电光深处缠绕着一丝极淡的灰色气流。暗灵根竟然和雷灵根融合了。我被云逸风抱着，比站在地上的沈清音高出不少。我低头看向他，脑子里想起系统的教导：哼，不靠外物照样赢你。师兄不要捏我脸蛋，这样很不霸气。完了，我是不是不该给他讲霸总小说？人小鬼大。我被放下后，特意站得离沈清音远远的，扬起小脑袋。你就是人间小公主，你储物手镯真好看。其他丹灵根弟子都不约而同看向我。爹爹给的，不卖。通过试炼的128人中，丹灵根及以上资质者6人，6位天才孩童站成一排。这一届的苗子怕是1000年未有之盛况。接下来便是选择宗门的时候。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而我3岁的小公主江岁岁正专心数着蜜饯，包里还剩几颗糖。丹灵根弟子区域6个孩子分成了2波，沈清音独自站在一旁，另外5个不知不觉凑到一起围成个小圈子。想去哪个洞门呀？你把手镯卖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哼，不说就不说。这个是真的金子吗？你喜欢吗？都给你。林彻还在小声抽泣，我被哭得心烦，迈着小短腿走过去，从手镯里掏出一个灵果，直接在他嘴里。林彻被这突如其来的疼味惊得止住哭声，眨巴着还挂泪的大眼睛，小口啃起果子。柳青青偷偷笑起来，李沐晨依旧冷着脸，但目光在我和云彻之间转了一圈，冰封的表情似乎柔和了一丝。5小只围成小圈，叽叽喳喳讨论起来。别说了，不能去当剑修。为什么呀？剑修都穷，连像一样的飞剑都要攒几10年凝实。我们似懂非懂的点头。不远处的玄天剑宗长老嘴角抽搐。我爹说可以当丹修、符修或者气修最赚钱。本公主才不呢，本公主要当剑修，我又不差钱，这样才威风。哼，对，当剑修好。可是剑修每天都要练剑，好辛苦的。剑修要打架，剑修厉害。那你们想去哪里呀？
我要去天眼宗。我爹说天眼宗最有钱。我想去青云宗，听说身法最厉害。我不知道。玄天剑宗，你不是听到剑修很穷了吗？适合我。乌合之众。你说谁呢？淡定，他是嫉妒你们感情好。别理他，我们继续说。叽叽喳喳。这一届的几个好苗子感情倒是不错，就是被某些人带坏了，小小年纪就嫌贫爱富。诸位安静，接下来由通过测试的弟子选择宗门，丹灵根及以上资质者优先。平台瞬间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6个孩子身上。我握紧小拳头，我就要去玄天剑宗当剑修。远处的沈清一唇角勾起一抹势在必得的弧度。选宗门仪式开始，几位长老的目光在我们6个天才之间流转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尽管我雷灵根资质最出众，长老们的注意力却不由自主地偏向沈清音。青音小友，我天眼宗以水系功法见长，与你丹水灵根最为契合。青云宗珍藏的上古水灵诀，正需你这样的良才修习。剑道虽非水灵根首选，但若你愿来，我亲自指点你柔水剑法。多谢各位长老厚爱，青衣愿入玄天剑宗修习剑道。哼，呸！学人精，明明知道你打算选剑宗，他就抢先一步。我无聊的转头盯上还在抽泣的云彻，我伸出小手指戳了戳他软乎乎的脸蛋，他又要掉眼泪。我赶紧从手镯里掏块糖塞他嘴里，噗噗噗噗。他含着糖，眼泪汪汪看着我，果然不哭了。我又戳他一下，再塞块糕点，安静了，又戳又哭再哄。我玩的不亦乐乎，玩腻了这个游戏，我终于把注意力转回到选宗门上。小娃娃，你可愿入我玄天剑宗？我派剑法刚猛霸道，最适合你的雷灵根。宝儿哥哥，我们一起去练剑好不好？青青、沐晨、小宝，我们都一起去嘛！我不想分开。好好啊，其实剑修也挺好的。我也想去。岁岁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好，好，好！既然你们都有意入我玄天剑宗，那便……且慢，这几个孩子资质各异，并非都适合剑道。非洲5位小天才全部选择了玄天剑宗。非洲上，我们6个被安排在同一间舱室。我爹要是知道我选了剑修，肯定要骂我。钱宝儿嘴上这么说，脸上却带着兴奋。其实剑修也挺好的。李沐晨默默擦拭着宗门刚发的入门配件。我从手镯里掏出零食分给小伙伴们。这个蜜饯可好吃了，某些不合群的人可吃不到哦。沈清一眼皮都不抬一下。非洲穿越云层，向着玄天剑宗疾驰。我趴在窗边，看着脚下飞速掠过的山河，小脸上写满兴奋。玄天剑宗宗门大殿，白玉石柱擎天而立，殿内早已聚集众多观礼弟子，都在期待这一届新弟子的拜师仪式。哇，他们好小啊！那个白衣的是沈清音吧？最矮的那3个，天啊，他们真的只有3岁吗？那个江穗穗身上有龙气，应该是人皇之女。精英小友，老夫修炼柔水剑法100年，正缺一位水灵根的真传弟子。我座下已有3位亲传，但若你愿来，老夫愿破例收你为关门弟子。关门弟子。长老们，你一言我一语，都争相向沈清一掏出橄榄枝。弟子愿拜入青蓝长老门下。呸！都是剧情作祟，明明你的资质最好，他们却都围着沈清烟转。岁岁才不屑和他用一个师傅呢。接下来，其他小伙伴陆续找到师傅。李沐晨被修炼寒冰剑诀的长老看中，云彻的天生剑体引起数位剑修争夺。最终，一位专修剑意的长老如愿以偿，钱宝儿被一位擅长练剑的长老收为弟子，柳青青被一位以速度见长的女剑修看中。转眼间，
只剩我孤零零站在大殿中央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天灵根的绝世天才竟然无人问津。江穗穗，你可愿入我门下为记名弟子？我江穗穗才不要当什么破记名弟子！你信不信我现在走出去，多少人要我当亲传弟子？庶子，岂敢！不许欺负穗穗！你不能这样！李牧尘和云彻虽然没说话，但坚定的眼神已经表明立场。黑袍长老怒极，袖袍一甩，一道凌厉的剑气直冲我而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那道剑气在距离我3尺的地方，仿佛撞上无形的墙，瞬间消散。龙气护体！你个老头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？说不过就动手！黑袍长老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不敢再出手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目光瞥见大殿角落里的一个身影，红衣男子斜倚在柱子上，刚才就是他出手挡下那一击。穗穗，快去找他！他叫凤君恒，飞升老祖关门弟子，有钱有钱有颜，拜入他门下，沈清扬还要叫你一声小师叔。红衣男子斜倚在柱子上，双眼微闭，对殿内一切漠不关心。哥哥醒醒，你要徒弟吗？全场寂静，所有弟子和长老都目瞪口呆。凤君恒缓缓睁开眼。你想拜我为师？穗穗很乖的，还会自己吃饭穿衣。天灵根，这个小徒弟我收了。师叔收徒，自然再好不过。莫长老，跟一个3岁孩儿计较，不觉得有失身份吗？我从不收徒，不过你这么有趣的小家伙，倒是可以破例一次。师傅，这个小徒弟我收了。师叔收徒，自然再好不过。全场哗然。凤君恒是飞升老祖的关门弟子，在玄天剑宗辈分极高，我拜他为师，就意味着我一跃成为许多长老的平辈。穗穗好厉害，以后要叫穗穗小师叔啦！沈清音更要叫我一声小师叔，他紧紧咬着下唇，看向我的眼神复杂难明。太好了，剧情终于跑偏了。小徒弟，你身上的秘密好像不止天灵根这么简单。凤君恒抱着我，御剑飞向他的居所七凤峰。小娃娃看我做甚？师傅，穗穗的礼物呢？什么礼物？拜师礼物呀，我的朋友都有，那个凡人精也有。穗穗想要比他们的都厉害的。宝儿师傅给了小金剑，青青师傅送了飘带，沐尘师傅给了冰剑，小宝师傅送了画满小人的书，凡人精师傅给了会发光的珠子。哦，那你想要什么？穗穗要最厉害的。行。他带我降落在一处云雾缭绕的山谷，谷中灵气充沛，中央有一潭清澈见底的泉水。师傅，穗穗是不是亲传弟子呀？是。证据呢？你要什么证据？这是测灵坛，能测出你最适合什么样的法器。他把我的小手浸入水中，刹那间潭水沸腾般翻涌，紫色电光在水中穿梭，隐约夹杂着极淡的灰色气流，如体图文疯狂旋转，凝聚成一道刺目紫光，直冲云霄。凤君恒伸手在虚空中一抓，那道紫光降落在他掌心，化作一柄精致小巧的紫色短剑。此剑名为紫电，是上古雷修留下的法宝胚子，待你引气入体后，可自行炼化。谢谢师傅。回到七凤峰，我被安置在一处精致小院中，院里种满奇花异草，角落还有一架秋千。我玩了一会儿紫电短剑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跑到正在品茶的凤君恒面前。师傅，穗穗是不是亲传弟子呀？是。证据呢？你要什么证据？宝儿师傅给了他一个玉牌，说是亲传弟子证明。这是七凤峰的亲传令牌，收好了。师傅，穗穗不认识字。
这是凤字，代表你是七凤峰的亲传弟子。整个玄天剑宗，剑令如见我本人。师傅，师傅，又怎么了？岁岁想娘亲了，想爹爹，想宫里的桂花糕，想阿娘唱的摇篮曲。不哭。岁岁要回家。乖，等你学会御剑飞行，就可以回皇宫看他们了。可是师傅好像不喜欢岁岁。怎么会？他给你准备的院子多漂亮，那家秋千肯定是特意为你准备的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好。师傅，岁岁不哭了，岁岁会乖乖修炼的。居然能转化阴暗力量为灵力，成了。暗灵根与雷灵根融合后，居然能转化阴暗力量为灵力，成了。师傅，岁岁感觉到肚子里有只小蝴蝶在飞。做得很好。3个时辰引气入体，整个修仙界历史都闻所未闻。当晚，玄天剑宗各峰都出现一个红色身影。师侄，这么晚还在教导弟子？凤师叔，没什么，就是路过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宝贝小徒弟3个时辰就成功引气入体了？哎呀，天赋一般了，就是随便教教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会了。赵师侄，我家那个小徒弟啊，才3个时辰就引气入体。周师侄，我家小徒弟3个时辰就引气入体成功了。孙师侄，我家小徒弟3个时辰就成功了。一圈转下来，整个玄天剑宗都知道风君恒新收的小徒弟3个时辰就引气入体成功了。主峰上，沈清音还在努力感受灵气。不要着急，引气入体非一日之功，以你的资3、5日定能成功。那个3岁的小团子肯定也和我一样，还没有成功。3个时辰，小家伙，你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？嬷嬷，岁岁醒了。岁岁想回家。他凭什么有侍女伺候？这里可是仙门，还以为是在人间当公主呢。小主人醒了，我们是风主点化的灵植，特来服侍小主人梳洗。我们原本是风主院中的牡丹、海棠和茉莉，昨夜得风主点化，终于修成人形了。谢谢姐姐们。在3位侍女的陪伴下，我蹦蹦跳跳前往剑宗善堂用早膳。他凭什么有侍女伺候？这里可是仙门，还以为是在人间当公主呢。你要叫我小师叔。我才不！我比你大，凭什么叫你师叔？我要告诉戒律堂。你。岁岁，你是不是引气入体了？我师傅都和我说了，你好厉害呀！嘿嘿，小宝你怎么不哭啦？岁岁这个送你，你也教教我呗。我也要我的师傅给我变侍女。你要想肚子里有小蝴蝶在飞呀。可是我想不出来，我一想肚子就饿。我师傅说要想象自己是一株小草。我是想象自己是一块冰。我想象自己一把剑。不远处的沈清音看着被众人簇拥的我，握着筷子的手不自觉地收紧。清音师妹，修炼之事急不得，
多谢大师兄指点。凤师叔那个小徒弟了不得，可不是。凤师叔昨天恨不得让全宗门都知道这件事儿。不过这群孩子感情倒是真好。只要你们在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引气入体成功，我就送你们每人1个灵芝侍女。如果谁在明日子时之前成功，我给2个。堂外的空地上，4个小团子眼巴巴地看着凤君恒怀里的我，又看看我身后那3个灵芝侍女，羡慕的眼睛都直了。岁岁都有侍女姐姐，宝儿也想要。师傅，青青也想要漂亮的灵芝姐姐。岁岁的师傅都给抱抱，小宝的师傅都不抱。这个灵植点化需要耗费大量灵力，不是所有灵植都适合点化。修行之人不该太过注重外物。岁岁师傅，我们也想要漂亮灵芝侍女。是呀是呀，小宝会乖乖的，给小宝一个吻啊！沐尘也想要。这样吧，只要你们在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引气入体成功，我就送你们每人1个灵芝侍女。如果谁在明日子时之前成功，我给2个。如果谁的速度在3个时辰以内，比岁岁还快的，我送5个。5个灵芝姐姐，5个啊！师傅，快叫宝儿引气入体，宝儿要5个侍女。师傅快走，青青要抓紧时间，小宝要修炼。沐尘现在就要开始修炼。看来你给小伙伴们树立了个好榜样。岁岁最厉害了。是，我的小徒弟最厉害。走吧，该回去修炼了。师傅，岁岁已经引气入体成功了，是不是可以学御剑飞行了呀？岁岁想发回皇宫看爹爹和阿娘。小谈新鬼，想要御剑飞行，至少也要练气中期才行。那要多久呀？乖修炼，要循序渐进。等你学会御剑飞行，不仅能回皇宫，还能带着父皇母亲在天上飞呢。真的吗？岁岁可以带爹爹和阿娘飞上天？当然可以。知道啦。各峰修炼室内，4个小团子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修炼。蝴蝶，小蝴蝶。师傅，宝贝儿肚子饿了。专心。这一夜，玄天剑宗出奇的安静，4个小天才通宵达旦修炼，只为在限时内引气入体，赢得那令人心动的灵植侍女奖励。不要！天翔！七凤峰的修炼室内，在我的识海中，系统正在耐心教导着九霄玉雷真诀的入门篇。岁岁，想象你丹体里有一颗雷种，用灵力去滋养它，让它慢慢发芽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现在试着维持它的大小。不要变大！不要！天翔！风君恒身影一闪，瞬间出现在修炼室外。怎么回事？是师傅，岁岁不是故意的。他看着那个足以容纳2人并行通过的大洞，又看看那个委屈巴巴的小徒弟，一时不知该气还是该笑。你在修炼什么法术？岁岁在养蕾蕾，但是蕾蕾不听话。是谁教你的这个法术？不能说，这是最高机密。我急得小脸通红，最后只能含糊地说：“是岁岁自己想的。”修炼雷法很危险，下次要在师傅的监督下练习。我用力点头，扑进师傅怀里。知道错了。凤君恒抱起我，看着那个巨大的窟窿铺下一个结界，暂时封住了今天先到这里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小主人今天真是吓死我们了。修炼要循序渐进，小主人不要太心急。我泡在温暖的浴池中，
牡丹细心的为我涂抹香膏，我嘟着小嘴。可是碎碎想快点变厉害嘛。欲速则不达，今天虽然闯了祸，但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凝聚出雷球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真的吗？当然，不过下次一定要在师傅的监督下练习。沐浴更衣后，我爬上软榻，很快就进入梦乡。自创雷术，这个小徒弟身上的秘密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这两个是冰莲所化，适合陪伴小宝修炼；这两个是油春花所化，与青青的风铃根相得益彰。次日清晨，天光微亮，两只灵鹤降落在赤凤峰主殿前。云彻和柳青青从灵鹤背上跳下来，迈着小短腿，啪嗒啪嗒跑进殿内。我就在师傅的监督下练习控制雷灵力，听到小伙伴的声音，立刻分析，掌心的雷球噗的一声消散了。小宝，青青，小宝成功了，青青也成功了。两个小团子眼巴巴地看向凤君恒，奖励了。凤君恒探了探两个孩子的经脉，既然达成了约定，自然不会亏待你们。这两个是冰莲所化，适合陪伴小宝修炼；这两个是油春花所化，与青青的风铃根相得益彰。此时此刻正在上演着与昨日相似的一幕。赵师弟，我家那个小青青啊，都3岁了，居然要7个多时辰才引气入体成功，真是让人操心。冷师兄，早啊！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那个小徒弟云彻引气入体成功了？才3岁的小娃娃，居然要8个时辰才成功。冷长老嘴角抽搐。现在的孩子啊，资质都太差了。我那徒弟云彻居然花了8个时辰才引气入体。谁说不是呢？青青那丫头也要7个多时辰，比起凤师傅那个3个时辰就成功的小徒弟，真是差远了。碎碎告诉你们哦，控制灵力要这样。云彻认真的听着，时不时点头。柳青青则怯生生的提出自己的疑问：宝儿和沐尘呢？宝儿师兄还在努力，他说一想到侍女就肚子饿。沐尘师兄好像也快到临界点了，但是他师傅说不能3人。既然你们都成功引气入体了，今日便开始正式学习剑宗的基础心法。剑修之道，首重心性，灵力运转须如剑般锋锐，亦须如流水般顺畅。专心，师傅在讲很重要的基础心法。此时的寒冰峰和炼剑峰上，好饿，宝贝儿想吃饭。专心。太阳渐渐升高，距离凤君恒约定的时限越来越近。云彻和柳青青被各自的师傅接走后，修炼室内只剩下凤君恒和我师徒2人。凤君恒决定亲自监督我练习，控制那暴躁的雷灵力。